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诗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星宇说啊，你有话要跟我说，怎么不说了？旗下汉生的人不错，妈不会骗你的。我不是想谈汉生的事，我想知道多一些我的身世。一家人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秘密的嘛。我能说的那天都说了，你不是也全跟他说了吗？还要我说什么？我想知道我亲生爸爸是谁。不知道啊，你说谎，真的不知道。你要我说什么？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的。会有什么线索？当年啊，他连你表姨都不管了。他要是有幸会的心呐，这么多年也不会没有消息啊。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我也是帮信会问的嘛。对啊，姐也是关心我吗？那种没有良心的男人不忍一个。至少知道他是谁，我们可以见面，要不然就像跟妈一样。怎么样？阴阳相隔，现在想见面都没有机会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谁是你爸爸。不如我们都冒找吧。现在不是有什么寻人组织的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是艺人，事情闹大的话，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人来认女儿。而且记者也会放过你的。那岂不是永远找不到爸爸？幸会啊，如果有一天啊，那个人自己真心诚意的来认你的话，我不会反对你们父女俩团聚。可是如果你们相认会造成你什么伤害的话，我宁愿你一辈子不要见这个人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？是啊，我是自私。有哪一个母亲啊，忍心看到自己带大的女儿受到伤害啊？不要再问这么多了，我要去煮饭。妈，你还认我这个妈，不怪我。不管是表姨还是妈妈，你永远是这个家里最辛苦带大我们、最伟大的妈妈。幸会。那就算找不到信会的亲生爸爸，总该让他拜祭他的亲生妈妈吧？对啊，那么多年了，我想表姨，妈也想知道我现在长得什么样子。阿青啊，我带幸会来看你了。妈，我们来看你了。表姨，我们带新会来看你了。阿青啊，20年了，我还是不能帮你保守这个秘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要是你没有遇到那个不负责的男人呢，你就不会那么年轻啊，难产死了。你还没有来得及看幸会一眼，就这样走了，你真的是不甘心吧？心宇，妈好可怜哦。新慧，你不用太难过，你的伤才刚刚复原呢。不过阿青啊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，幸会过得很好，健康长大，是一个美女，跟你当年一样漂亮，而且是一个明星啊。阿青啊，你要保佑她平平安安，远离那些不该遇见的人啊。幸会啊，过来拜拜你妈妈。星宇，没
你的伤还没有好，我帮他拜祭。心雨需要哭成这个样子吗？心雨，别哭了。你有完没有完呐？新会都没有哭到像你这样难看啊！表姨真可怜，又遇到那个负心汉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现在在哪里？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你不要乱来呀！新会都没有问，你干嘛就是听那个坏蛋？你是知道他是谁？不知道啦。姐，我看算了。如果爸爸不想看到我，就算找到他也没有意思，你说对不对？新会说的对啊，我这个心雨啊是越来越让我操心，你也好好保佑他吧。这道生荣鲨鱼骨汤的材料有人参、莲子、淮山菊、鹿茸，还有鸡肉和鲨鱼骨汤。先将所有的药材清洗干净，放进盅里，加上鲨鱼骨、鸡肉和已经调好味的上汤，放进蒸锅炖2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这道药膳的功能有强筋壮骨、调补阴阳、增强脑细胞活力、提高工作效能、调节免疫、延迟衰老的特殊功效。可以试试看，快给点意见。怎么样？什么问题啊？味道很清甜啊，你再试试看啊。不要。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吗？味道没问题啊。做药膳最重要的是要记住，是煮食物给顾客吃，不是煮药给顾客吃。可是，一点都不苦啊。一个专业的厨师是不会硬逼食客认同他食物的口味的。到底哪里弄错了？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可能，我都不觉得苦。啊，你说，哎，你怎么不等我啊？哎呀，我问你啊，刚才你怎么觉得我汤是苦的？苦就苦，没为什么。怎么可能呢？那是李叔公啊，在槟城拿手汤啊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再说人家是酒店大厨啊，他都说没问题了。我知道了，不是我的汤有问题，是你有问题。怎么了？我昨天去祭拜我亲生妈妈了，不是很好吗？怎么一副苦瓜脸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知道我的身世以后，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，苦苦的，难受。我知道，就好像吃了穿心莲的感觉，苦到心肝里面去。你也试过？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幸运的，有美貌，有运气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整个世界好像绕着我转一样，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。可是自从我跟我姐姐对调身份以后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可怜。别丧气了，哎，很快就雨过天晴的。江心慧这个身份是假的，父母亲也是假的，姐姐弟弟都是假的。我只不过是个克死妈妈的扫把星，没有爸爸的可怜虫。哎，可怜虫，我们的友情是真的。谢谢你。其实你不可怜，也并不是什么扫把星。如果要我用5颗星来给你打分的话，我给你2颗。才2颗。那是以前的新会，现在的你，我给你多2颗，一共4颗。你人真好，跟江江一样，你们都是对我最好的人。绅士的事情啊，不要再烦了，早点回药店了，帮个忙吧。来。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
丽娟，阿祥，阿祥，什么事啊？对不起，这个时候来打扰你，我们是为了新会的事来的。哦，哎，来，请坐。不必了，不必了，冒昧打扰了。新会的事，我听景山说过，这些年来真的是多谢你们照顾他了。不必了，我不照顾，你会照顾吗？阿娟呐，那孩子娇生惯养，每一星期炖点燕窝给他。还有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生吃俭用带大的孩子，我交代两句不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他太疼新会了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毕竟是骨肉连心，难得你们父女能够重聚，这也是一件好事啊。我想你是误会了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世轩跟新会两个人的事的。是的，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，我真的担心世轩一时接受不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会把真相告诉世轩？你不是来认女儿的啊？你们放心，我不会把新会给带走的。是啊，我哥是希望你们能够阻止世轩跟新会两个人的来往。你这个人呐，真的是无药可救啊！我以为啊，他来认女儿就算了，没想到他只是关心自己的儿子。阿娟，不要再说了。新慧也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啊，他一点都不担心新慧的感受。亏新慧啊，还一直要找爸爸。你们先走吧。那世轩跟新会的事儿，他们的事情我们会处理的。如果这件事情让新慧知道，对他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。还不走？那就拜托你们了。是新宇，她是新会的姐姐。大混蛋，没有人性的大混蛋！你冷静点啊！我很冷静啊，冷静得不得了。他们才可怕，都是冷血，一个连自己女儿都不肯认的冷血动物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是心虚还是内疚？心虚啊，这样是没有意义的，你明白吗？我就是要骂他。哥，你没事吧？妈说的没有错，你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负心汉，早就希望女儿消失在世上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也是一样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哥身体不好，不能受刺激的。新宇，你干什么？我就是要骂醒他。有些人呐是骂不醒的，跟我回去。你要让全街的人知道新慧的身世，让记者来采访他。你们还不赶快走？新宇，你干嘛那么激动？如果让新慧知道，不是更难过？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他知道，知道吗？你去哪里？先让他冷静下吧，没事。羞，不要烦我。怎么样？现在你看到你亲生爸爸，感觉怎样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亲生爸爸？可是你也有一个好心的爸爸呀。现在你有2个爸爸，应该感到开心才对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哦。够了，你不要幸灾乐祸。不过做人是不可以贪心的啊。你说是养你的重要，还是生你的重要？不要脸黑黑啦，生命是多姿多彩的啊。除了黑，还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就像一道彩虹一样，不断有意外发生，生命才会精彩呀。你不要再说风凉话了。我是认真的啊。你想想，要是你和江心玉的身份没有调换，你就会喜欢上秦世轩，那该怎么办？很严重吧？到时候啊，不但双重痛苦，而且报纸上大大的标题：童星江心慧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秦世轩共谱不伦之恋，比蓝色生死恋还生死哦。烦呐！你这么厉害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？什么答案？秘密。喂，
清泉安老院吗？请问你这里有没有位叫做黄玉芬的？今天不用教课吗？是先取消纪念课。还没有芬妮的消息吗？还是告诉他吧。可是我答应芬妮。我想出去一下。伊娃，好。老板娘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烦不烦啊？你可以告诉我阿德在哪里吗？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德叔，阿德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跟你讲多少遍了，我跟你妈妈都没有来往了。你要找她，你去报警还是去登报纸咯？这当做上次的医药费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到底还有没有跟我妈来往？这个嘛，其实我都跟你讲过很多次啦，我都跟你妈妈没有联络，我怎么知道去那里找她？怎么那么无耻啊？不知道还拿人家的钱。是她自己把钱给我的，我不拿白不拿。你这王八蛋！小推，放手，让我报警了！想打我，打了啊！敢打我，告到你这个笨蛋坐牢啊！要是你被关1年半载的话，出来不用找你妈的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看在钱分上，我透露一点给你知道了，你妈的日子不多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中 cancer 了，笨蛋！现在中 cancer 比中马票还容易。他在哪里？你快告诉我他在哪里啊！放手，不要再逼他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飞在哪里。你自己慢慢找吧，我们走。姐，芬妮的情况不太乐观，你们快继续看她吧。芬妮，对不起。我没有遵守我的诺言，帮你保守秘密。可是我真的不忍心看到世轩到处找你，看到他痛苦的样子，所以我擅自做主，把他带来了。别傻了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不想世轩知道我的病情，是不想他难过。我要他记住所有美好的回忆，把不愉快的全部都忘记。我不想他再难过。你为什么要那么傻？我可怜的孩子，妈妈对不起，把你忘记了那么久。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会忘记。我也会记住你。你会没事的。是一个失败的母亲，也是
生中没有尽过做母亲的责任，从小就没有机会好好的陪着你。我想像其他母亲一样，可以好好的关心你。可是，我生病的时候，总是那么身不由己，有时候还要你来照顾我。妈妈，对不起你，我很想多留点时间给你，那是多么奢侈的事情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还能为你做什么？那天看到你开心地吃着妈妈煮的菜，你知道我内心有多满足。我没有告诉你，我已经恢复记忆，是不希望你再度受到伤害。妈妈已经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，我无法原谅自己，害怕见到你。每次见到你，内心就多一重的内疚。幸慧是个好女孩，不要怪她隐瞒我的住处和状况，是我要她这么做的。孩子，妈妈永远爱你。别难过了，要照顾自己。新慧啊，妈，那么早回来了？我在等你嘛。来，坐下。世轩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以后没事啊，不要老是去找他。妈，你又来了，我不要跟你谈这个，我不要跟你吵。你怎么那么固执？你为什么突然对世轩成见那么深？难道真的是因为他没像以前有钱吗？是又怎么样啊？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对你也失望啊！女人要嫁人，找一个有事业的有什么不对？反正我就是反对你跟世轩继续来往。你蛮不讲理。啊，其实韩生也不错呀，根本就不喜欢他。好，你不喜欢韩生，我不勉强你。你和谁交往都没有关系，就是不能跟那个秦世轩。除非你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，否则我不会听你的。他是你哥哥，当年抛弃你妈不顾的男人就是秦富忠。我的亲生爸爸是秦富忠，原来你们全都知道了，就我被蒙在鼓里。还有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绕了个圈，原来他们是我的家人。怎么你一点也不意外？秦富忠就是你亲生爸爸？简直就是气疯了，还好把他臭骂了一顿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他不但不要我这个女儿，而且还要老爸跟老妈帮他，让我，就是你，跟世轩分手。我一心一意的想寻找我的亲生爸爸，没想到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不要的垃圾。你不要太难过了，20多年突然冒出一个女儿，也难怪秦伯父不能马上接受。如果他马上对你热情，那份感情也未必是真的。那你和世轩怎么办？反正我和世轩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别傻了，梦总有醒来的时候。这些日子是你一辈子的梦想，尝试过了，也该满足了。你真的满足了吗？你真的舍得？本来就不属于我的东西，这样的改变，
我已经享受到梦寐以求的爱情，可是你好像一点都不开心啊。得到以后，总会害怕突然失去。我当然希望能够和世轩相处久一点，可是现在命运注定我要失去，我只好认命。或许趁早避开他也好，免得越陷越深，到时候越难过。的事本来就一场空，你可以期望有奇迹，尝试改变命运啊。我有想过。那很好啊，你应该继续啊。山顶上的风景虽然美，可是也要爬得上去才行。那你就爬呀。我怕高，你怕死？也许吧。如果命运这样的安排，我也认了。你又怎么知道命运注定的是什么？辞职？为什么？你做得好好的，你是不是对这里有什么不满意啊？不是，其实我是非常感激江师傅还有老板娘这么多年来的照顾。不过，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。在这里一辈子也只不过是个抓药的，自己出去创业就不一样了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我现在正在上夜校，想学一些草药基本知识，希望对以后的工作有点帮助。你爸可以教他嘛，干嘛要在外面花钱学？不同的啦，去上课，毕业了可以把文凭挂在店里呀。哦，这么厉害呀？到底要开什么店？不会是跟我们打对台吧？当然不敢啊，我想开间药膳馆。药膳啊？民以食为天啊。现在人比较注重养生，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病从口入，所以我想开间店，让他们吃得开心，吃得健康。抓草药你就行，煮菜也行啊。你别小看安祥，人家可是有拜师学艺的。怎么样？你们说话啊！师傅，问题出在哪里啊？我有说有问题吗？怎么可以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啊？没想到你除了会熬药，还真的懂得会煮好汤啊！虽然说我不清楚这个汤啊对身体有什么疗效，不过真的很好喝，这个菜也不错，尤其这个鱼，是不是？我都说你可以的。不过要记得，顾客的体质各异，所以在做药膳的时候，最好选一些药性平和的滋补药，好像枸杞汁啊、冬虫夏草啊、山药等等。一次用药也不能太过繁杂，药物过多，作用可能会互相抵消，对进补无益的。我一定会记住的。还有啊，中药和食物的配搭存在一些禁忌的，例如萝卜或者猪血忌地黄何首乌，鲤鱼忌朱砂，狗肉忌杏仁。老爸，你说那么多，安祥怎么记得住？总之呢，草药是毒药，是毒药还是良药，就要看你自己小心的拿捏了。老爸，你这句话说了很多次了。安祥，什么时候开始营业？还没那么快，因为我经验还不足，我想找个人帮忙。李叔公，我也希望你好好的创一番事业，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。谢谢李叔公。说那么多，店铺找到了没有？还在物色当中。哎，我研究过了，这里面菜不错，而且啊，租金不会太贵的。喂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要在这里租下小贩摊位吧？不行，这里形势根本就不对。你要做的是药材饮食业，至少有个像样的店铺吧？哪里有人在小贩中心卖药材食品的？有的，有一大堆人在卖药材汤的，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你花了那么多心血熬出来的汤，你就甘心在这里卖1碗3块钱啊？就算你省下了店租，单单药材就亏死你啊！我本钱不够，如果一开始就要投资店铺，我怕开销更大，还是从小做起。我不同意，做人要把眼光放远一点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你去问他们，知道自己的药材汤里面有什么，功效是什么，材料怎么配伍，你以为多少人会知道？你听我的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
这就是你的本钱。可是我真的没那么多钱啊。我可以加股啊。你？啊，不只是我，如果不够的话，还可以找老爸老妈商量呢。你的厨艺那么好，他们不可能不支持你的。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这里 out， 不要再看了，走。哦。我知道你已经康复了，现在开始拍戏。我是特地来为你祝贺的。其实你真的不用破费的。如果觉得我破费的话，那就陪我吃顿饭吧。不好意思哦。你等我一下。你的手机没开，我找了你一整天呢。哦，刚才拍戏啊。是吗？不如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约了汉生。怎么没听你提起的？是妹临时安排的，约他谈拍广告的事。那好吧。我们去吃饭吧。这是我公司新推出的护肤品，你将会成为我们公司的代言人，所以一定要试用。再师，这是我的心意。再公，你收下它，是你工作的一部分。谢谢。来，为我们即将合作干杯！对了，思轩的生意还做得不错吧？他是个人才，可惜被关在雪宫里看店，太浪费了。他的人太自负了。我要他来我公司帮忙，可是他会以为我在羞辱他。他要的是工作开心，对钱的满足感不是数赢多少的问题，而是赚得心安理得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一定以为卖假药的事是我陷害思轩，可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真的喜欢你。虽然是思轩先认识你，可是感情的事是不分先后的。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知道你对思轩还有感情，可是我不介意等，他能给你的，我也可以。给我个机会，好吗？新瑜说的对，有心要做，就要把药膳事业发扬光大。在小贩中心未必有足够的设备让你做出好的药膳。这点我知道。如果资金不足，我可以帮忙补贴。是不是？我都跟你说了。我也全力支持，不过钱跟他拿。那我不是要出2份？江师傅，你放心，那些钱我一定还给你的。嗯。不必还了，很快就是自己人了，别那么计较。自己人？对呀，以后啊，我就不必忙着帮你相亲了。哦，很晚了，我先走了。师傅，老板娘。嗯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哦，他来谈开店的事情，新瑜正在帮他筹资金呢。你要开店？是啊，我是大股东，是药膳馆。恭喜你们啊！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。吃水果了。
你怎么了？听到岸上创业反应那么冷淡，你这样的话他会难受的。我很高兴啊。啊，你这个样子叫高兴啊？那我今年肯定没得入围红星大奖了。有你帮他，他一定会做出成绩的。那还用说？喂，一起吃吧，我一个人吃不完的。世轩，你这样子不理他有用吗？他今天来找我，他怎么说？刚好汉生也来找我。别告诉我你利用汉生过桥，希望这样他能知难而退。哎呀，你这个猪头啊！男人是爱面子的动物，你越是挑战他，他就越做困兽之斗。真的吗？世轩是我第2个男朋友，我怎么知道那么多？你现在挑战的不是1只困兽，你还去招惹那个汉生，2只困兽，你斗得过人家吗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坦白啊！不行，对世轩太残忍了，我做不到。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啊！再说，你也得让他知道，对我的身体他是不应该存有任何幻想的。你想到哪里去啊？反正江心慧和秦世轩是2条平行线嘛，不会有结果，也不可能交叉。他迟早会知道这个秘密的。前面有停车场，后面有主务区。你在做什么？这是每1个小时的人流。我已经算过了，从那边到那边，每1分钟总共有20个人经过，有4对是情侣，3个家庭主妇，还有……你真的在算啊？当然了，要么就不做，要做就全心全意，这一点也不难的。那你要不要拜6个礼拜再来？还有人物性格分类的。好主意。你不是认真的吧？我吃得起苦的，所谓吃得苦中苦啊，方人上人嘛。你生病啊，至少苦吃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里很不错啊。可是价钱呢，应该还可以跟店主商量一下。哎，你说的？我觉得你说的点没有错。走了，我饿了，快去吃拉萨。汉生，哎呦，微波炉送给我们的。是啊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哇，你在我们厨房装针孔啊？微波炉坏了你也知道。哦，那天跟伯母闲聊谈起的。你们闲聊？汉生啊，真不好意思，不然你收我半价好了。伯母，你就不要跟我见外了，我是诚心要送给您的，我们把它搬进去吧。好啊，来这里。哇，大姐有难喽。新宇啊，这个汉生真的以为自己是真命天子了。什么真命天子啊？还不是大姐她，反正一言难尽。有1年保用期，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吧。真的，谢谢你，汉生。不用客气，伯母。汉生，你要加油啊！啊？你现在是新会的最佳人选。谢谢伯母。可是新会对我好像有点成见。不要气馁嘛，继续努力。他今天没有拍戏，待在家里看电视，有空打个电话约他出去嘛。嗨。怎么是你啊？不欢迎我吗？送给你。都说了，不用破费了。跟你以你所送的花和礼物，这束花已经算是微不足道了。现在是午餐时间，一起去吃午餐吧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出去。我就猜到你可能想在家里休息，不想出去，所以我打包了些食物陪你一起吃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家的汤碗在哪里啊？我把食物剩起来，那你不要容易吃。不用了，我要出去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回电视台。我送你啊。
新慧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们两个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在短期内可以改变你对汉生的看法，跟他交往？我没有，你根本就不了解。为什么？你说啊！不要逼我说出伤害大家的话，不要！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新慧，我已经失去了我最亲爱的妈妈，我是不能失去你的。对不起，世勋，我不想伤害你。这一切的开始就是错，是我的错。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挽回呢？你告诉我啊！告诉他吧，让他知道你不是新慧，你是江心瑜，一个大家都认为的丑女。如果你发现你童年认识的小女孩其实长得不是这个样子，而是一个丑女孩，你还可能跟她像现在一样交往吗？你回答我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如果我是丑女人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这是什么问题呢？你回答我。这答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回答我。你何必做一些不可能的假设啊？对，不需要假设。新慧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因为我的美貌才爱上我的。如果我是个丑女人，你还能够这样深情地看着我吗？新慧啊，其实你不用回答，我知道答案。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为什么？你回去问你爸爸。秦世轩，我看是注定输给我的。爸，你最近是不是对新慧说过什么？他最近故意避开我，又突然提出分手啊？是吗？而且分手的原因，他还要我来问你。爸，为什么？我真的很喜欢新慧的，我不能失去她。对不起，世轩，是爸爸的错。你是不能够跟新慧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你妹妹，你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Game over， 这次真的结束了。江心瑜，你应该满足了。有点言不由衷，以为你都能懂。背对你的目送，是因为泪太重。原来太理智只会让自己更伤痛。我知道没有用，心会盲目跟从，就像停不下来的时钟。那回忆被你拆封，却写不上被爱的内容。我知道他的笑从来在你眼中，我的快乐一直被尘封。黑夜画不出彩虹。